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这一期视频呢是暗黑4 S5赛季的这个预览啊。然后呢，我们这一视频录的比较简短，因为我现在是凌晨7点左右吧，我人在这边的电竞酒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做视频的电脑啊，所以这期视频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聊一聊这个 S5的重点内容。然后我们这边也列了一个提纲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就1、2、3、4可能有4点，职业的平衡我没有看啊，待会儿就聊一下我觉得最变态的那个游侠的处决啊。然后我们先按照这个提纲来看，第一个是 PTR 的持续时间啊，第5赛季暴雪也是有整一个 PTR 的，我看官网上写的是6月26号到7月2号，这应该也是持续整整1周的 PTR 对吧？那这个 PTR 的话，你还是跟上次一样去参加就好了，但这个有一个区别就是也不是区别吧，就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有战网端用战网启动的，比如说你是 PC 的玩家，你是 Xbox 的玩家，你都要通过战网这个平台嘛，那你是可以去玩我们的 PTR 的。但如果你是 Steam 的玩家，因为你不是从战网登录游戏的，所以暴雪是没法给你提供战网客户端，你就没法玩 PTR 啊。如果你是想玩 PTR 的话，那这里个人是推荐你去整个 Xbox 的号啊，可能1个月也就10几块，你就反正玩这1周嘛，对吧？啊，说实话，下一个赛季的改动看上去是非常大的，但实际上来说呢，我觉得它更多是第4赛季的补充啊。它整体上来说虽然是第4赛季的补充，但它也比第3赛季好啊。因为第3赛季虽然是第2赛季补充，但第3赛季是没有什么改动的。而第4赛季我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改动是什么？就是暗金的强化啊。暴雪这一次学精明了，他把2个东西拆分开来了，就是装备的回火先加强一下传奇，然后传奇强了暗金没人用了，那现在我们再加强一下暗金啊。我们就先跳一跳吧，说一下这个加强暗金是怎么加强的。就暴雪在测试服，也不是测试服，今天的直播演示里放了一些这个新的暗金装备的截图啊，就是一些技能的效果之类的，你看啊，我们这边把这个先演掉啊。你看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死灵的暗金啊，这个是像是游侠的暗金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别的。那这些暗金的截图你到时候也可以在别的地方查到。我们这边来重点说一下法师这个啊，你仔细观察呢，会发现法师这个暗金它有一个词条叫做核心技能的攻速提升。那这个词条呢，你之前在传奇武器上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在传奇武器上通过回火得到啊。就经常玩法师的朋友肯定是有印象的，就是因为你玩火焰弹那个流派需要回火一个爆炎技能的攻速提升啊。这种词条呢是这个赛季新增的一个回火系统的强力的根本原因，因为很多的技能2次释放啊、独立攻速还有一些额外的效果都能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强力啊。这个呢，回火词缀现在被暴雪直接给加在新暗金里了，而且在访谈中暴雪应该也提到了，就是说老的暗金之后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强化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暗金装备啊，最搞笑的就是无心夜空之戒，那这个戒指我这边就不放图了。就你这个赛季如果你玩旋风有用过它，你肯定印象很深刻啊。这个戒指的爆伤它只有不到 20%， 而传奇装备的爆伤有 50%。那这些传奇装备呢，因为他们遵循的是老的词缀规则，所以就会跟现在的传奇比是比较弱的。但暴雪之后可能会对他们进行这样的强化啊，就包括且不限于加强装备的数值，以及给他们加一些我们可能通过回火才能搞到的词缀，这样子我们的暗金装备才能跟我们的传奇装备竞争嘛，对吧？那总之是按照设计师的说法，他希望在我看一下在哪里啊？对，他希望在第5赛季里啊，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身上的2到4件暗金装备来对自己的玩法进行优化的啊，就是以2到4件暗金做核心，然后再构筑自己的 BD。那这么一个改动，整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 S4 的延续啊。S4 是加强了传奇，让传奇变得没那么鸡肋啊，不像之前那样大家见黄了嘛。这个赛季大家肯定是刷的比之前更爽了。那下个赛季就把暗金也加强一下啊。这个赛季的暗金很多暗金都是狗都不捡了啊。那现在我们把暗金也加强，你又有东西可以刷了。但实际上这2个东西结合起来，我觉得才是第4赛季应该展示给我们的样子啊，就是既有暗金的加强，也有传奇的加强。他把这个东西分成了2个赛季啊，就比较方便他们去工作，然后也可以给 DLC 拖更多的时间啊。当然这个加强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对野蛮人来说是受益最大的
啊，因为暗金再怎么样，它还是要占我们的回火的位置的嘛。那野蛮人武器多啊，天生就比别的职业要强壮一些。那野蛮人就可以考虑，要么多带点暗金啊，要么就是我身上传奇多一点来弥补这个回火的问题。就包括你看这个赛季后期 BD 里，可能也就野蛮人能带比较多的这种暗金装备啊，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后面的话，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重点啊，就是他后面还搞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稀有暗金啊。之前大家老是不知道稀有暗金是什么，现在暴雪直接给你把 UI 改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调出来也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就是他把泰瑞尔之力啊给改成了这种颜色跟掉落啊，变成紫色了的啊，最后纪元直呼内行了啊。然后这个就是暗金威能跟强化，然后暗金威能这些我这边暂时就没有看了，等我之后有空了再整理一下。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一个新的终局玩法啊，这边我们就参考一下暗黑河这边的翻译吧，它这边也是机翻啊，然后金翻的话目前我没找到啊，就暂时参考这个啊。这个永恒这个是这个是赛季的任务线啊，就跟我们这赛季你去做那个铁狼任务一样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类肉鸽的玩法啊。总之就是你去刷图啊，比如说刷地狱任务，还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获得一个罗盘，然后你用这个罗盘使用之后，你可以进入到这种叫地狱领域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站在场地中间啊，你可以看到小地图这里，就站在场地中间等着怪物啊这样涌过来就好了，站在这里打怪，然后打怪死了之后就会有新的怪涌过来给你打，然后呢，在你击杀了一定数量的怪物或者完成了当前波次的需求之后啊，这个波次结束你可以进行一个3选1啊，就像这边啊3选1，你可以选择一定的方向来强化你自己的角色。啊，比如这边应该是就是对基因伤害增加，还有这个基因掉落的东西增加吧，应该是这个吧，可能是燃烧伤害啊。这边击翻我也没怎么管了，人也比较困了，反正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类肉鸽的小玩法。然后最后呢，就是你在最高的难度啊，它可能会有15波左右的怪物全部打完之后，这边有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啊，就是更大词缀的物品啊，这个是机翻，它这个实际效果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赛季的太古词缀啊。如果你用繁体那边说法，应该叫强力词缀啊，就是那个必定满值并且50%的数据提升的。也就是说，在下个赛季，如果我们要去定向的刷一些太古装备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刷这个新的终局玩法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包括它这边也演示了这个地狱罗盘的样式，还有一些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他还展示了这个终局的 BOSS 啊，终局的 BOSS 呢，因为我们都知道 DLC 是劳模憎恨之躯啊，所以他们暴雪呢也把我们的老熟人啊，就守在劳模前面那几个瘸子给你叫过来了，把他们 F5 人组拉过来，然后每次是给你配3个人来让你们打啊，这样给大家增加一些随机性。总之是一个我认为也是比较健康的模式吧，但你说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特别独立的玩法啊，它也是不太能撑起一个赛季的，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个完整的赛季内容，但暴雪可能认为它太大了，可能是 1.5 的体量，它拆分成2个 0.75 再填补啊，总之这个是第5赛季给我们加的东西。然后是我们看一下提纲啊，我看一下我之前提纲说的是什么来着啊，在这里啊看到了，就是终局 BOSS 的体验优化啊，正好在这里啊。这边就是我们这赛季如果你要刷暗金装备嘛，你肯定是要去打这种各种各样的 BOSS 的。然后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优化是不需要重置地牢也能够去反复的打一个 BOSS 了啊。那这边的话我去找一下在哪里有没有演示，我看一下。不在这里，可能在哪里来着啊，在这里找到了啊，就这边应该是他，你看啊，你先击败了一个100级的泰瑞尔，这应该是个100级的泰瑞尔杜瑞尔吧啊，然后把他打败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发现祭坛它又刷新了，然后你再跟祭坛互动，你就能去再召唤一次我们可爱的杜瑞尔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史诗级的优化吧，我觉得啊，说明暴雪其实也是知道玩家要什么的，他之前就是想用这个东西来拖你时间啊，但现在这一些提供暗金的这种终局 BOSS 它不再是我们玩家追求的 核心的目标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优化了，优化到让你
能爽完了啊。然后除了这个改动之外啊，冰中巨兽直接就重做了，冰中巨兽现在你不需要去赶路了啊，你直接就是开图也能打了啊。然后包括瓦尔森啊，包括的瓦尔森现在就是啊，你招他只要一个材料了，其他的那3个垃圾材料直接给你删了，对吧？你看暴雪什么都懂，他只是之前不想做，就增加一下我们的游戏时间啊。然后现在就是他觉得啊我们可以过得好一点了，就给你调整了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是一些词缀的改动，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啊，下面这些地狱狂潮这边的改动，我们之后做详细视频的时候再聊啊。然后是武器这边的话，暴雪是进行了一次改动，就是每个职业能拿的武器数量跟种类都变多了啊。比如说以前你法师你想拿末日使者是不行的，现在你法师可以用单手剑跟单手锤了啊，这个狼牙棒是单手锤。然后呢，这边我们回看一下我的录像在哪里来，这里啊，这边找一下，应该这一块啊，就暴雪这边是。那你看，这是暴雪的演示啊，法师拿的单手锤，对吧？死灵这边应该是双手剑还有斧头吧，他这边演示用的双手剑，包括德鲁伊这边单手剑加一个灵物了啊。那这么改是为了什么呢？第一个是为了让装备更流通一点啊，不然你这赛季玩野蛮人你要双手锤，然后你只有野蛮人能出，别的直接就出不了，对吧？然后其次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了卖武器、卖时装，对吧？你看我现在法师能够用单手剑，或者德鲁伊能够用单手剑了，那德鲁伊玩家是不是就会考虑去买一个野蛮人的非常好看的双手剑的噬王者皮肤呢？对吧？这样子也可以让时装流通一点，这样子也其实是一个更偏向暗黑3的改动啊。所以现在是按照设计师的说法，应该是词缀的基底都变了。比如说这个 X 它是个应该是个斧头吧，斧头现在可能是有 dot 伤害做基底了啊。包括这个 mass 我忘了是啥，然后这个是剑啊 sword 这个是爆伤啊，这是爆伤基底的剑啊，这个就是每个武器现在的基底属性都进行了重新的调节啊。你包括这边的易伤啊，易伤这边是就是我也说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进行调节了，到时候进 PTR 看了就知道了啊。这个也是词缀方面的整体的调节跟优化啊，包括后面他也有提到有一些回火的配方啊之类的也是有进行优化的，比如说。这边我看一下，那就这边这边有一个叫世俗技巧的进攻类威能，它现在是可以给我们装备回火爆伤或者易伤或者是压制或者是这个应该是终极技能伤害吧你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你玩野蛮人你想要爆伤的回火要易伤的回火你要搞游侠跟法师总而言之又加强了野蛮人，对吧？然后就是这样了，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整体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下面的职业平衡这个等我到时候有空了我仔细看看吧，因为现在有的都是机翻，然后有一些比较重点的内容我们可能等之后再聊吧总之现在这一次整体改动我感觉是德鲁伊小加强，然后但是呢德鲁伊它的有一个关键威能变了我记得是那个同伴增伤核心技能的，现在的暴雪增加了德鲁伊核心技能的基础伤害，然后把那个同伴的那个威能给改了，改得很弱了。然后死灵这边的话又是稍微加强了一下骨灵，然后是大砍了暗招一刀把他的一个核心增伤给砍了，但是做了一些功能性的优化比如说你在血雾状态可以闪避，并且呢闪避2倍的距离比如说你的傀儡现在会跳向敌人这种生活性上的改动，但伤害可能上限被砍了，让你就玩得更舒服还有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骨灵这边也有加强吧，死灵我这边可能看的有点多游侠这边的话呢游侠这边有一个比较变态的机制对了，游侠我搜一下处决可能就只有游侠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吧就游侠有一个传奇节点，原来是你对易伤敌人造成伤害提高最多 25% 嘛，对吧？这个是增伤。那现在就是让你的伤害提高，他把这个伤害增伤上限改到了 50%， 然后有个最变态的点就是你在叠满之后这个奖励会归零重置，但是你可以处决掉附近所有的非 boss 敌人这边我看了一下英文原文也写的是 no boss这个游戏目前 boss 都是那些打到最后关底亮血条的，血条置在这个屏幕的正上方的那种 boss。那按照这个理解的话，那我们之后很有可能下个版本游侠就是大秘境的绝对的进度王者了只要能找到能杀 boss 的人，游侠就拉高坚韧在那个地方无脑推进度就好了， boss 的事情在
靠别的来考虑吧。目前感觉就是如果这个机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那 PTR 你如果想推200层进度是肯定可以推的。那杀 BOSS 再往别的考虑了，说不定暴雪到时候给个受罚者呢，对吧？然后别的改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这边最说一下吧，我看一下法师法师跟死灵这个火盾跟无限血雾也改了你看法师这边无敌结束的时候冷却开始，死灵的血雾现在也类似了，这个就跟当年的禅定一样暴雪现在比之前还是好一点的就是之前你放在 S1 肯定赛季中暴雪就把这个东西改了，但现在是S4 了，暴雪没有那么头铁了，所以是放在赛季结束的时候再给你砍掉然后其他的这些改动大家可以到暗黑河或者一些别的地方去查阅，我这边实在是太困了，就没有力气再多说了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其他的东西我看一下死灵这边好像就死灵这边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吧，然后到时候明天或者后天等我回家了我到时候再详细的更新一版视频来说一说职业的变化。总之核心的其实也就这些东西你说它改动不大的话，它其实改动也是很大的，它这些东西的话整体加起来是有 S4 这么大的变量的，但它跟 S4 不同的是，你从 S4 呢你是从 S3 过来的大家之前可能答辩吃多了，像我这种人都变成专精屎壳郎了，对吧？那一下子吃到这种正常人类吃的饭那可能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下个赛季呢，就是大家还是吃的饭但只不过厨子的手艺给你改了改但总归是往好改的，他不会去转头给你继续做答辩这个就是好事那总之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准备去睡觉的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